第156章魔核到手。望着身旁倒塌而下的魔兽，萧炎将手中沾满血迹的布巾丢弃，然后翻手间弹出一把匕首，蹲下身来，自顾自地切开了魔兽的头颅，然后缓缓地翻找着。好片刻之后，萧炎眉头紧皱了起来，无奈地摇了摇头，将匕首上的鲜血擦干净收好，站起身来，对着那正盯着自己眼睛眨也不眨的众人耸了耸肩。看来我似乎挺倒霉，什么都没有。听得萧炎的话，众人这才从震撼中逐渐地回过神来，望着萧炎那一无所获的双手，卡岗也只得惋惜地摇了摇头，然后一挥手，大声喝道：“各位，先帮团长解决另外一头魔兽。”听着卡岗的喝声，众位血战佣兵也赶紧抓起手中的武器，然后涌向费雷的战场，将那头魔兽包围了起来，然后由费雷指挥着，开始对魔兽进行着围杀。手持着重尺，萧炎斜靠着树干，嘴中咬着草根，低头望着自己那被查破了皮而不断滴着鲜血的拳头，目光中却是跳动着兴奋。虽然说先前一拳击杀这头二阶魔兽是因为属性相克的缘故，不过紫火的威力还真的远远超出了萧炎的意料。这要是换作平常，即使是自己使用上了8级崩，也顶多只能伤到2阶魔兽，想要击杀却依然还是有点不可能。手指在那戒上轻刨了刨，萧炎从中取出一枚回气丹，然后不着痕迹地塞进嘴中，喉咙滚动了一下，将之吞了下去。唉，这破功法如果再不进化，我可连回气丹都吃不起了。感受着体内逐渐恢复的斗气，萧炎无奈地轻声道。在萧炎无聊地斜靠着树干之时，不远处的2道倩影却是缓缓对着他走了过来。喂，萧炎，你没事吧？少女娇脆的声音让得萧炎懒散地抬起头来，目光随意地瞟了一眼灵儿，然后视线在其身旁那位魔鬼身材女子身上停留了一会，便是懒懒地收了回来。对于这位给他留下刁蛮印象的少女，萧炎实在是没有多少理会的心思，所以当下不咸不淡地道：“没事。”被萧炎这般平淡对待，灵儿俏脸略微有些涨红，张着红润小嘴，欲言欲止的模样，可却偏偏说不出半句缓和气氛的话语。想来他也知道上次自己给对方留下了什么印象。你手掌在流血，需要包扎一下吗？见到气氛沉闷，那名魔鬼身材女子只得无奈地开口，顿时清冷的脆声便是在萧炎耳边响了起来。抬眼望着这名模样颇为不错的女子，萧炎目光在其身上扫视了一转，微微摇头，同样是有些无奈的道：“不用了，真没啥事。”萧炎和先前如出一辙的平淡模样，也是让的秦叶微微一怔，不是他自恋，以他的容貌，还真的很少遇见这般对待。不过他也是心高气傲之人，见到萧炎摇头拒绝，也就不再继续询问。于是三人间的气氛再度变得沉闷。沉闷的气氛持续了半晌之后，终于是被树林中的一阵欢喝声给打破了去。三人抬起头，却是发现原来那头与费雷苦战的魔兽已经被众人联手击杀，难怪他们会如此兴奋。将魔兽尸体丢下，吩咐几名佣兵寻找挖取魔核。费雷带着卡岗等人大笑着对着萧炎走过来，豪迈的笑声将林间的飞鸟都震飞了许多。哈哈，萧炎小兄弟，久闻其名，可却一直未能有幸亲眼瞧见，今日还真是多谢了。萧炎微笑着摇了摇头，先是卡岗打了一声招呼，这才对着这位看起来颇为豪爽的壮汉笑道：“我在青山镇能有什么好名声？嘿嘿，小小年纪，连木蛇那狡诈的家伙都栽在了你手中，这名声可不弱，至少我这血战佣兵团没一人能比得上你。”费雷上下打量了一下萧炎，心中忍不住再次叹息着，摇了摇头。看萧炎先前的出手，想来传闻中木蛇被他击杀的消息应该的确是真的了。真不知道这家伙是怎么修炼的，不过20的年龄，怎么就如此变态？随意的笑了笑，萧炎抬头望了眼天色，无奈的道：“抱歉了，那头魔兽体内并没有2阶木系魔核，所以我只能继续去寻找，恐怕不能陪你们继续聊天了。”说着，萧炎便是将手中的玄重尺背在背上，准备着再次进入森林寻找目标。十分抱歉，既然让你白出手了一次，若你不介意的话，取另外一头魔兽的魔晶吧。虽然那是一枚土属性的，
摊了摊手，费雷歉意的道：“算了，我只需要木系的2阶魔核，那东西你们留着吧。”笑着摆了摆手，萧炎转身对着密林深处走去。等等，女子清冷悦耳的声音忽然从后面传来，让得萧炎止住了脚步，疑惑地转过身来望着秦叶：“你很需要2阶的木系魔核？”微蹙着柳眉，秦叶问道：“有点急。”闻言，秦叶略微踌躇了一下，然后伸出玉手，将修长脖子之上的挂坠缓缓地取了下来。挂坠的一头被藏在秦叶的皮衣之内，随着他的轻轻扯动，挂坠被完全地扯了出来。原来在挂坠的尽头竟然吊着一枚浑圆的绿色冰珠，这是2阶魔兽奎木兽的魔核，你帮了我们血战佣兵团一次，那便用它做报酬吧。有些不舍地摸了摸这枚漂亮的魔核，秦叶将它抛向萧炎，习惯性的伸手接住这枚魔核，入手处一片温凉，而且或许是因为长久被藏在女子贴身部位，所以竟然有着淡淡的体香残留。秦叶见到秦叶的举动，一旁的费雷不由得叫了一声，略微沉吟后只得无奈的道：“既然你自愿，便随你吧，不过这是你的私物，待会回去之后我们会用别的物品来补偿你，毕竟这是团规。”“不用了，若不是他出手帮忙，我们这里恐怕至少会折损1半的铜板。”摇了摇头，秦叶微笑道：“果然是2阶的木系魔核。”略微感应了一下手中魔核内的能量，萧炎也是面露喜意，将魔核不客气地收好，抬头望着秦叶那张精致的俏脸，笑道：“多谢了，不过这是你的东西，我也的确不好让你吃亏。这样吧。”皱着眉头沉吟了一会，萧炎手掌一翻，一个小玉瓶出现在掌心中，然后将之掷向秦叶，朗笑道：“这里面有5枚回气丹，能够让你在危险关头迅速恢复斗气，论起价值来并不逊色于你这2阶魔核，现在将它给你，算是一桩公平的交易吧。”本来心中并未打算接受对方的东西，可当回气丹3字一入耳，秦叶俏脸微微一愣，旋即赶忙伸出手来，小心翼翼地接住玉瓶，打开一看，玉容上满是惊喜，竟然真的是丹药。闻言，一旁的费雷等人也是有些动容，在他们这种地方根本很少见到真正出自炼药师手中的正宗丹药，所以当下见到萧炎居然能拿出5枚回气丹，都是颇感震撼。这小家伙果然背景不浅，看着手笔，多半还是一些大家族出来历练的少爷，那木蛇也还真是够倒霉的。望着秦叶手中的玉瓶，费雷心中不由得暗道：“各位多谢了，萧炎上还有急事，所以便不久待了，告辞。”魔核到手，萧炎也是有些迫不及待的想要回去炼制2种丹药，以便吞噬紫火。当下对着费雷等人拱了拱手，脚掌在地面猛地一踏，身形迅速的飞射进了密林之中，最后逐渐的消失在众人视线内。望着那缓缓消失在密林黑暗中的萧炎，费雷忍不住的叹了一口气，苦笑道：“本来还想让萧炎小兄弟加入我们血战佣兵团的，不过看他这大手笔，我实在是没那脸开口。走吧，别乱想了，以他的天赋，根本不可能屈居在我们这小小的佣兵团之内。照我猜测，他来魔兽山脉多半还是历练吧，以他的修炼天赋与心计，外面那广阔的世界才是他大展手段的舞台。我们还是安心的当小小佣兵吧，说不定10年20年后，他再来青山小镇，说不得就是一位大斗师，甚至斗灵强者了。”收好玉瓶，秦叶转身淡淡的道：“呵呵，也是。”有些自嘲的摇了摇头。费雷手掌一挥，带着众多属下大声唱着凯旋的歌，扛着2头魔兽尸体，对着青山小镇赶回。虽然他们没有萧炎那种追求力量的天赋，不过小人物同样有小人物的舒畅生活。钻进了密林，萧炎在急行了一阵之后，方才停下脚步，背肩微微一颤，紫云翼缓缓舒展开来，斗气在体内流转几圈，最后灌注进入背后的双翼之中。顿时，萧炎的身体缓缓地漂浮了起来，双翼再次一震，身形便是直接冲破树林的束缚，跃上蔚蓝的天空，在辨别了一下位置之后，展翅对着小山谷的方向疾掠而去。在飞行路途中，萧炎吃了3枚回气丹，这才逐渐地看见了那笼罩在浓雾之下的小山谷。当下精神一振，
直接穿破浓雾，飞进了小山谷之中。在即将落地之时，萧炎双翼微颤，化为纹身，贴在了肩膀之上。经历了一场大战，再次回到平静的山谷，萧炎忍不住地松了一口气，快步来到谷中的茅屋处，见到了正焦急等待的小医仙。而瞧着萧炎安然无恙的归来，小医仙也同样是落下了心头的石头。与小医仙打了招呼，萧炎又是急匆匆地在山谷中将2种丹药所需要的药材全部采集齐全。而将这些做完之后，他这才抱着药材跃进了山壁上的山洞之中，准备动手炼制这2种对吞噬紫火至关重要的丹药。